嗨，我是老板，大家又开始出国了耶！除了跟男友出国以外，很多人也会跟好朋友一起出国玩啊。其实跟女生朋友出国有很多事超麻烦。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有多荒谬的事会发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我们要讲的都是一些夸张的行径，会让你觉得很生气，然后结果毁掉你整场旅程的那种。第一个是她遇到报备狂。什么叫报备狂？就是她男友没有来，然后从头到尾就一直要报备给她男朋友说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，我现在又要干嘛干嘛。然后呢，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应该自拍，然后传给自己的男友？没有，她都一直拍她那个朋友。然后这个朋友就很火，就说她传给她男朋友干嘛都拍我，例如我在吃面，很丑的。对，然后我在走路，然后我在扛行李，然后他就一直都在拍对方，然后传给自己的男友说我们在干嘛咯，然后他就觉得很生气，因为他本来不知道，大概到第2天、第3天之后，他瞄到他手机里面都是他的时候，他好生气哦。然后他就立刻打给我，跟我说怎么办？我说哈，他都拍你传给男友，这个人在想什么啊？你为什么不拍自己，或是你就拍东西就好？你要拍行李就是行李，要拍食物就食物或餐厅，你为什么都要拍到对方这个女生朋友，然后传给自己的男友？对啊，对，你们对话框里面都是一个然后很丑。他最气的是尤其都很丑，因为你在吃东西，我也不想被拍太丑。对，或是你驼背在走路，还是你在扛行李，反正就是一堆各种狼狈画面，然后就被这样顺手一拍，然后丢给男友说我们在干嘛？他好气哦。好怪哦！我觉得老实说，他不尊重这个朋友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肖像权的，你知道吗？只能说他愿不愿意被你拍，你没有经过他同意啊，而且你又传给别人，然后这个别人对他来说是一个异性对啊，你跟你男友很熟，他跟你男友有那么熟吗？没有。对啊，人家不想被看到啊，你真的一定要有人，你可以拍你自己，对，或你的手啊。局部什么用文字就好了，拍什么照片呢？报备狂，我会自拍耶，自拍啦，拍我很漂亮的拍自己，对啊。而且正常不是应该说，帮我拍一下，我传给我男友。对啊，他不是，他就一路上一直拍别人，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，他就打电话跟我求救，说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说，你就跟他讲，不要再拍到我了，我不舒服。然后他就说，可是这样我们后面还有3天，还要被拍3天？不是，因为还有3天的旅程要走啊，你要直接跟他说，你这样我不舒服，他觉得没有办法再相处啊，会很尴尬哈。然后怎么办？就开始吃面很优雅，做什么事都很优雅，他就拍我。然后晚上来了，她就跟她男朋友一直在开视讯，然后不小心一直拍到他，那真的超烦，是不是很气？然后你可能已经穿睡衣卸妆了啊，对，而且还没穿内衣，或是裸体刚要走出来，我真的有遇过啊！而且有一些人很没公德心，就他是会起来拿着手机乱拍，然后还拍到你躺在沙发，躺在那里敷面膜吃泡面，就是你都被嗨了，然后说你在视讯哦，对啊，我跟我男朋友在直播什么，傻眼，看一下他在干嘛这种，然后你看他好笑，还敷面膜就。或甚至有些人可能不是传给男友，他如果传给他那种什么群组，里面有20个人，很气，很烦呢。我真的觉得大家尊重他人啊，然后有时候好朋友真的不是个好旅伴。你们当朋友的时候没有出国，你们不会踩到这些界限。你们就是出国然后过夜了才会发现这些问题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，是不是也许不要跟他当朋友了，或者是你们就是要回归到普通朋友，而不是可以一起出国的朋友啦。第二个是公主病的朋友，这个其实在不用出国也可以发现，可是出国的时候更烦。对，有一个粉丝贡献说，他有一个公主病的朋友，他们整团人一起出国玩自由行的那种，然后结果早上讲好几点要出门，大家都在大厅咯。好，这个女生就派她男朋友下来说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她早上都要先喝咖啡，然后要先上厕所，然后干嘛，然后再怎么，然后请大家等她一下。不会早点起来吗？对，这不是你自己要早点起来处理的事情吗？我如果10点要离开这个饭店，我们要去搭火车什么的，你现在10点才跟我们说你要处理你的什么排毒的事情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然后我们整团人就在那边等你，好尴尬。他讲的意思是这样。这个真的是你提早要1个小时、2个小时起来处理掉的，因为那是你个人习惯。那不然你就跟你男朋友来就好。对啊，那他下来的时候不会很尴尬吗？一群人就重点就是他没有才公主病懂吗？公主病就是觉得大家等我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赶时间的话，我就直接走了。老实说，我是觉得其实就走了，你跟你男朋友自己要去哪里算了，大家不要结伴的啦。而且你放生他一次，他以后才不。他每天都要这样。就每天都要我要干嘛干嘛我都习惯要怎样怎样，那你的事啊。对啊，这种人我建议你要不要跟你男友去就好，你可以不要再多拖2、3个朋友，要不要自己去就好。可是公主的旁边就是有这种骑士会守候她，要男仆啦。
第3是自私病的朋友。自私病跟公主病有什么不一样？公主病是觉得别人都要伺候她、等她；自私病是她个人都不去为任何人着想。例如，女生出国最常遇到的就是她在厕所用超久不出来，其他人都不要用了。这真的会很烦。她从卸妆、洗脸、泡澡、保养，泡澡，对，还给我泡澡，然后还吹头发，什么弄完2个多小时，别人都不用洗了。然后万一有些人还上厕所很久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以前我们住过那种4人女子宿舍，你就知道真的是等个厕所等到疯掉。而且有时候很怎样逆袭，进去滚的时候，真的是没办法哎。可是出国怎么办？你要去饭店大厅上，是不是很气？就觉得哦好烦。所以出国有时候人数好像不用找太多，少少的。对，不是两个人住一间，至少对，你不要4个人住一间。可是有时候大家就摊那个房费嘛。对，我们有一次是就是可能那一群里面要用最久的那个，我们后来都不给他先洗，一进来然后赶快冲过去，对，立刻一定要先抢浴室，你知道？那个慢的当然你干脆当最后一个。对，我们都超快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自觉。那还有人是他出门很慢。他早上出门保养，他弄头发超慢。你讲好的集合时间，他永远出发不了。然后他又要最晚起床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女生要有自觉，你要有多少时间弄自己才能出门？麻烦你提早起来。像我是那种，我可以睡到最后1分1秒，因为我出门不用10分钟。好快啊！化妆、刷牙、洗脸弄好，我真的不用10分钟，我立刻门口跟你等了。所以我觉得女生，如果你需要花的时间更多的话，稍微注意一下别人哦。第4点，行程瞧不拢，超常发生的。像我有粉丝说过，他们去欧洲，那有人是想要看美术馆、博物馆，有些人是根本对这个没兴趣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天呢？今天你陪我去博物馆，明天我陪你去哪里？对，我也觉得是要这样子。对啊，对，大家就协调，这个半天你陪我逛博物馆好不好？那下半天，那你去哪里我都陪。我觉得这是好的协调，这就是表示，你们还能瞧哦。去法国有人想看凡尔赛宫啊，有人想看城堡啊，可有些人就觉得好无聊，古迹没兴趣，我们去喝咖啡。我发现行程上不行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定机，没有行程，当初没有定行程，自由行啊，去了才去那边才说，我们明天要去哪的那种啊。哇，这好难。对，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最后回来都变得不好了，因为你们在那边不开心了。那我去之前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先说，我一定要去这里哦，一定要排天到这里，我要先讲好。老实说，解决办法就是像刚小编讲的，坏话讲在前头的，直接先说，那我们这次伦敦之旅，我要去大英博物馆哦，那你 OK 吗？你有没有哪里想去的？对，大家先把行程先瞧出来，他们就是没有，每次都前一天才要想的时候，哇，在当地瞧不拢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好尴尬，真的。所以建议都提早计划，不合宁愿就别出发了，找别人，也不要到现场才去吵嘛。有些人喜欢夜生活。他晚上一定要去喝一杯，要去 bar 什么有些女生就不喝酒，不喜欢去 bar，那怎么办？你只要这种2个人的真的很烦，因为你都很难丢下另外一个人啊。这个其实跟我们上次那一集跟男友出国观察这些点一样，就是很多事情是你到当地才会发生，因为大家在台湾你不去，你可以回家。你在国外的时候你不去，你要一个人回饭店的时候，有些人连这一段他都不敢自己回饭店，那就会有一种你抛下我的感觉。那大家就很多心结就存在了。第5点就是刚刚讲到的，有些人想要有夜生活嘛。好，这个粉丝说呢，她是跟闺蜜出国，然后他们是去曼谷。好，曼谷夜生活多棒啊！他们就去夜店，对，他们去夜店喝酒什么什么，然后2个人想说女孩之夜，然后喝得很开心嘛，然后等一下再一起回饭店。对，她闺蜜跟人走了啊，那她怎么办？对，所以她傻眼。她想说现在是怎样？你丢我一个人，我自己要回饭店。我们的闺蜜之夜呢？她说她真的超气的，她跟这个闺蜜彻底就翻脸了。回来一定绝交。可是这闺蜜觉得我有艳遇，我不能把握吗？我们来泰国玩，我们不是就是要玩这种东西？好自私哦。那你帮我找一个嘛，就是要分配嘛，对不对？她就说她没有办法，从此跟这个女生就再也不是朋友了，因为她没有管她的安全。对，因为她觉得她有安全问题，而且我也有喝酒。我们现在不结伴，我要一个人回饭店，然后那种被抛下的心情，她好气，危险，很可怕然后重点是她最气的是什么？她回到饭店之后，她好怕。她本来就是不敢一个人睡的人，她说她活到那么大，一个人要面对在国外的房间自己睡觉，她真的怕死了。所以你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要翻脸。会，对啊，气炸，气死，怕死。那个晚上，对她那个晚上超难熬。不然回夜店再找一个陪她睡。好，那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那一个朋友就觉得我们到泰国就是要玩啊，我因为你啊，我就不能跟别人走，那我要玩什么？那你自己去就好啦。她想要有闺蜜之夜，因为以这个女生的思考，她就觉得很烦，为什么你都不能自己睡，然后我要整天照顾你就好了，然后她觉得好像带一个小孩出门，好像也是
换位思考的重要。对啊，那其实只能说你们两个没哈啦，对，绝交，你们两个不适合一起出国啦。嗯，第6点跟刚不一样的，刚是闺蜜跟人走嘛，对，她是带男人回来他们的房间过夜，好尴尬哦，这怎么睡啊？双人床吗？就你要先出去啊。哦，我你要在旁边哦，你们尺度这么大，你可以在旁边吗？那我要去哪里？他都带回来了，没有，那你们怎么搞？我懂了，所以破解之道就是赖着不走。我看你们能怎样，对不对？你们搞啊！很难听哎，因为那个女生她就很害羞，她就觉得你们仪式的就是要干嘛了，那她就出去了，因为她想说她也不可能躲厕所吧，所以她就出去了，然后就觉得你什么时候才赖我，让我可以回去洗澡了，她就好气。好过分哦！对，因为你们也可以速速15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， 5分钟了，就是你该不会还睡着了吧？傻眼，还聊天，还谈情说爱。他们可以到大厅来啊，衣服他们可以穿一穿。没有，他们就不知道耗了多久，就是她就觉得我为什么跟闺蜜出国我要这样子，对啊，好夸张，而且那个房间钱是我付的，对啊，我有付一半的房间钱，为什么变成你们的旅馆，对不对对啊？所以解决之道一个是怎样，你就再开一间房，你不要带回来我们一起 share 的这间，对不对？对啊不然就要退一半钱给你，可这也不是钱的问题而已，你那天整个晚上毁了耶，而且会有个臭臭的味道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很不舒服就对了，对，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你真的要带男人回来，你自己要另外开一间房啦。真的，我觉得像艳遇这种事情，如果大家要把握的话，闺蜜们出国前要自己先讲好，就是我跟你讲，那如果我有遇到什么，然后我会跟他走，你可以吗？哦，大家讲好说OK 啊，因为我也是什么就 OK， 对，不要那种她是不知情，她真的认为是闺蜜之旅，结果你不是，你是艳遇之旅，然后另外一个很不开心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你有没有适合出国的好朋友呢？如果你们既是闺蜜，出国又很合，那我真的觉得是超棒的。对，那大家又要开始出国了，这一集参考看看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